自上次望城经历围困后，城中百废待兴，朝中十分重视，于是筹划开通望城商道。商道既已开，当设市舶司监，掌管商事。此职需精通边贸。谢大人既有人选，不妨各见贤才，请陛下圣裁。臣举荐谢氏门生赵肃，精通边贸商路。臣保举太傅门生周明，曾掌禾草转运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还请陛下与长公主圣裁。太傅与谢卿皆为古公之臣，门生各有所长，不如共掌如何？太傅门生周明精于财税，谢卿门生赵肃通晓边贸，二人互补，正合其用。估准了，你周明赵肃统管边贸税赋，通关勘合。本宫有一补充：望城商道运输事关边防，本宫提议，特殊货品需经由本宫审批方可运送。长公主所指的特殊货物是火油。长公主着令穆小曼为拱卫署指挥使。殿下今日在朝堂提起火油，恐怕萧许内司就快坐不住了。我就是要让他慌不择路。你看，才过了3个时辰，他就派人去了太傅府。他找邓毅，邓毅自己都泥菩萨过江，被谢艳芳摁着打。所以邓太傅在想办法。太傅家宴请的25人，全是国尉、都尉、军司马这般的实权武将。他一个文臣，倒是会挑人。他怕了。谢艳芳手握兵权，本宫掌握着边关铁骑，他总要找几条会咬人的狗，才好在这棋盘上不被踢出局。这是25人的随从，里面包括随侍小厮、护卫车夫，共有72人。哦，对了，新任的游击将军梁强也在太傅家宴的邀请之列。他在边关之时，晋升显然不比常人。那会儿我便猜他背后定有支持，原来是太傅，倒是会选人。邓毅为何会选梁强？他那时不过是望城的一个小兵罢了，毫无根基。正因为他是小兵，才更渴望不择手段地往上爬。何况他可不是普通小兵。三皇子一案牵扯甚广，梁家本是世家，却因错头而遭满门流放。他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哥，沦为边关小卒，心中岂会无怨无恨？有怨有恨，便会有野心。不错，这样的人，只要给他一丝希望，他便会死死抓住，甚至不惜与虎谋皮。原来这朝堂之争就有这么多学问，我可得跟着殿下好好学学。殿下，
你尝尝我熬的茶吧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太傅家中，以及这25人家中的人丁关系，但因为时间仓促，不太详细。家中有马4匹，车5辆，连院子里有几棵树都写上去了，这还叫不详细？小曼，原来你除了会打仗，做其他的事也这么厉害，是我要向你学习才是。其实这也没什么，我之前在仓木寨的时候啊，动手前还要踩点，家里有多少口人，门窗在哪，库房、车马等等，这些都要查到的。原本以为你做不来这些，是我小瞧人了。太傅宴席上所谈窥探一多半，也都写下来了。但有些机密的话，咱们还没能有机会接触。才开始做这些事情，不用急，慢慢来。你如今是率领700人的拱卫署指挥使，是奉本宫之命监察，行事隐匿是为了不惊扰大家，免生不必要的祸端。但如若被发现，也无需退避。明白。另外，成立拱卫署，除了让一部分龙威军光明正大供你统领，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，那就是监控有关边军的一切动向，务必及时告知于本宫。殿下这么做，其实也是为了帮谢燕来吧，想给他扫清杀树木王的障碍。阿九，希望能帮到你。那位就是长公主从边郡带回来的拱卫署女统领，听说单枪匹马挑过树木哨营，很是威风啊！阿强，一会儿有个宴请要参加。如今你虽得太傅亲言，可这些百年世家不必了。我梁强的功名是战场上挣来的，不是喝酒喝出来的。这回可推不得，都是世家嫡系。若你应了太傅之邀而拒了他们，定会落人口舌。是啊，军功是重要，但若没了世家支撑，你就是第2个谢燕来。难不成你也想为了一个卫将军之位，去立金令状杀朔漠王吗？公子。梁将军，这是一位客人敬您的酒。既是敬酒，人不来，算什么敬酒？这酒不是我们店里的，是那位客人亲自酿的。
公子，余商到了。问三公子好。这是我家主人命我给三公子的见面礼。这无功不受禄啊！况且你家主人的见面礼也未免太贵重啊。主人说想借个道，久闻谢三公子手眼通天，不知公子能否？不急，去取坛好酒来，给余商接风洗尘。我这个人呢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这个酒量不太行。说起喝酒，我家主人倒是有些酒量，若有机会，还望公子能够见识一下。行啊。挫败萧荡王后，我们既已得最大利益，为何还要与他合作？朝堂风云瞬息万变，长公主近期的一切举动，无非是想夺回朝堂上的主动。我们也有万全的应对。那邓毅，说到邓毅，梁强复兴家族的心思都快写到脸上了。长公主如今成立了拱卫署，搞得楚都鸡犬不宁。众大人为了自保，反而将邓毅在朝堂上一家独大，这都是长公主不能接受的。我这病一时好不了，朝堂上的事自然交给长公主跟邓毅定夺。是。公子，你喝点清酒汤吧。九弟最近如何了？到哪儿了？一路可还平安？公子放心，该打点的都打点了，该通知的也都通知了。快吃吧，来，拿着路上去。快吃啊！将军，这糕点再金贵，也是给人吃，不是给人看的。您再这么瞧上几日，怕不是要坏了。哎，姑爷，将军，活捉一个。谁派你来的？哼！我没有什么耐心。什么杀？去再收拾一下。是。朱勇依靠长公主，现在可是拱卫署的红人呐。这拱卫署说抓谁就抓谁，连太傅都。恭迎陛下！
平身。谢陛下。殿下，臣请赴湖州查办夏训贪腐案。此案事关重大，需廷尉署、大司农协同拱卫署共查，烦请太傅安排。是。长公主竟主动让宫卫署与太傅协同，不再霸权独行，而太傅竟然回应了长公主的话，那这岂不意味着太傅接受长公主干政啊？我怎知他怎么想？但公子，您不是总说那楚昭和您很像吗？他怎么想的？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好，那就由我来好好想一想。昨夜殿下去见了太傅，我本以为是不欢而散，行将决令。竟没想到是联手做戏。做戏？给谁看？自然是给我看。殿下怕我泄矢独大，日后跟陛下分权，宁可扶植太傅，也要维持朝堂三方制衡。他倒是聪明，只可惜心太软。他既要朝堂稳定，我便偏让他知道，这世间容不得此类。让徐商把这个送去朔漠。钟长荣在信国关也守了太多年了，是时候让他休息了。信国关若出事了，所以要让梁强提前做准备。岐伯，拜见大王。岐伯回来了，回来的正好。上次你弄那批军粮，现在快没了，赶快再弄一批。这么快？朔漠大军3路人马，消耗的当然快了。3路？这大王子在后方，竟然也要消耗前线的了。我儿在巩固后方，当然要吃饱喝足了。大王请放心，粮草的事情属下定会尽快筹措。属下这次前来，是给大王介绍了一件非常好的买卖。有趣，真是有趣。
谢艳芳要让我在杏谷关杀了钟长龙，而萧巡想让我朔漠大军借道萧南。这两个蠢货，居然都想拉拢本王。好啊，那我就让他们两个如愿以偿。大王英武，如今楚灵已死，大楚内乱正酣，正是我们的好机会呀！传令下去，派一队兵马，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鹬蚌相争。渔翁得利。赵侍郎为官清正，心系民生，少丞实在佩服。还得多谢你为邙沟人仗义之言。你该谢的不是我，我人微言轻，没起什么作用。是今日康平王上了折子说，若让邙沟人去修天圣塔，青石贱民的小吏就会克扣工钱，不在乎他们是否会累死、病死。可再设监官去监督小吏，又会让官职冗杂，增加修塔的支出。此事弊大于利，圣上这才不再征调邙沟人去修天圣塔。告辞。康平王，少丞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把不用修塔的事儿跟大家伙说了。大家伙那高兴劲儿，差点把我扔天上去。走，咱回邙沟喝两盅。哎，待会儿我得再去趟海府。左一路担心中了埋伏，被海一平的人抓了，我去探探情况。你说什么？被抓？我刚刚还在邙沟看见他了呢。你呀，看走眼了吧？我又不瞎。他身边跟了个外人，我就没敢上去打招呼。他就在河道的桥上。看样子，像是在等人。阿姨，你看。哎呦，做的真好。这句怎么读啊？首孝弟思锦县。回来啦！阿姨今天打了好多鱼，是吗？看，那希儿跟阿爷玩的开心吗？开心。来，我们吃饭了。阿姨，你也快来吃。来了。我夹菜给阿姨。丹心。知道我为什么约你来这儿吗？因为我想清楚了，要让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知道，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你知道自己是御膳的罪人，还敢来见我，是真觉得我对你下不了手吗？你的刀呢？掏出来吧。与你动手吗？我不会，即使是你要杀了我，丹心。
为我阿娘，也为我自己。但是你如何让我相信，你真能狠下心来杀掉叶平安？我会约叶平安在芒沟见面，到时你便会看到，面对我，他唯有愧疚，不会有半分抵抗之心。哎呀，这个地方选得太好了，人多眼杂，我的人也无法对叶平安下手。 对吧？我会拿出合作的诚意，但在没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前，他的命需先留着。顾二娘，顾二娘，小心！幸亏这一剑没伤及要害。你的药呢？是在医馆吗？我去拿。那边柜子里有布条和药。平安，我不愿。 也不能目睹你们姐妹相残，唯有一别，不成为你的拖累。你虽避而不谈，然心病已深，岁岁折磨，日日入骨，岂能瞒我？世上能医心病者，寥若晨星；能医你者，只有你而已。姑母无能，唯盼你有一日能不再自恨。 得平安喜乐，勿念。袁少长，现在所有人都离我而去了，包括我最亲的人。 在我关闭龙门场的那天，芒沟的百姓也都疏远了我。你现在也知道我是御史案的罪人了，你不厌恶我吗？越是不了解你的人。 才会将你想的可怕，越爱搬弄是非。我是从底层爬起来的人，我不在乎你曾经做过什么，我只相信眼前的你。谢谢你看到我最糟糕的样子，还愿意为我说话。你早该告诉我的，忍着点。我想先给你谈笔生意，一笔你可能会亏本的生意。我希望你能跟我合作，对付韩一平。若能事成，你便立下大功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
你还在跟我谈生意，是把自己的盛情也算计上了，觉得我看到你这个样子就会心软答应你。连我的算计都成了。我会考虑的，但你得先听我的。把药上了。许清怎么样了？那些沙子又被他们调换回了眼，并未抓到他们的把柄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待他们放松了警惕，武将军就能查到更多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帮把那神像点上吧，疼得要死。不是挺喜欢逞能的吗？怎么了？不应承了？你说，人死了，是死了的人更惨，还是活着的人更惨啊？这有什么可比的？人死了，不管原本他将有怎样的人生，他都不会知道了。可活着的人，却要日日夜夜的陷于遗憾和悔恨之中。活着的人才痛苦。为之于未有，止之于未乱。海一平对你有利，可也有害。这次是天圣塔，那下一次呢？如果旧案重查，我希望你接下这个案子，秉公办理就好。梅堂不会因此怀疑你的忠诚，此案也会是你的功劳。我独木难支，身边也无人可用。海一平和我要你站在我这边。让我再想想吧，改日答复你。我已经拿出了我的诚意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了吧？你出手倒是挺干脆的，但是人没死，下一次你一定要对准他这里。那就要看你如何兑现你的承诺了。在我兑现承诺之前，你需要再做一件事情。自告，10余年前御史案另有隐情，昏官横霸乡里，骄奢淫逸，无所顾忌，以权谋私，盘剥民生。于通泉县利用废宅，
行罪恶滔天之事。诱拐民女无数，囚于此宅，攻其行贿，挟诸女之命，终为灭口，尽化灰烬。然助纣为虐之人，乃一家之女故亲，小小年纪便以诱人入眠之术，引诸女入废宅，酿成滔天巨祸，罪孽难逃。今此女更名改姓，续以其不正邪术，迷惑圣都万民。此女便是新一叶平安。叶平安，叶平安，怎么会是他？这当年的御史案，那可是人尽皆知，街坊邻里们都在骂那于谦，说将他拉出来鞭尸都不足以解恨。你说那告示上的昏官指的就是于谦吧？有海公落款，那指定是真的。再说了，这陆丹心又是谁啊？怎么他的名字也在这告示上？哎呀，要我说呀，那叶平安才是真正的天生恶女，年纪这么小就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。叶平安那个时候就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，想骗一个孩子去做坏事还不容易吗？那他也是受害者呀。咱甭管他当年是不是被骗的，但结果就是他害死了人，这污点一辈子也洗不掉啊！你们听说了吗？叶平安帮着害死了那么多人。是，哎，很可恶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万安山上，你是真的想动手杀了李宗旭吗？回陛下，李宗旭罪恶滔天，但他是世祖宗亲，臣知道陛下需安抚旧人，不想让陛下为难，所幸臣才想在万安山上诛杀他。臣一时情急，思虑不周，陛下当治臣妄断之罪。哼，巧言令色，你到底是不愿朕为难，还是因为他杀了芒沟人，出于私心，想将他置于死地？陛下，臣不敢。朕选你，便是看中你办事爽利，又懂得顾全大局。世人皆有私情，别说你有，朕也有。朕坐上这天下至尊之位，不知经历过多少刮骨剜肉之痛。欲以万民为公，就要不近常人之情。臣有冤臣奏，求见陛下。叶平安，此地岂容你喧哗？若是惊扰了圣上，让你人头落地。即使人头落地，臣亦不走。陛下，10几年前的御史案乃冤案，琅琊郡王李宗旭也是重犯之一。我手中这柄七叶昙花烙铁，便是他凌虐无数无辜女子的物证。这个叶平安跟你一样行事冒进。陛下，不用说了，将他逐走。是。还有一事，禁军传来话，李宗旭已经醒了。醒了好啊，就差禁军过问一下李宗旭，吓一吓他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些年，李宗旭乱商谋财，这个时候正是让他将所敛之财吐出来的好机会。朕杀一人，易如反掌，可如何杀，何时杀，要思虑周全。臣未能体会陛下苦心，是臣之过。好了，朕叮嘱你一句：查海一平，你需事必躬亲，在没有挖出那些与他结党的蠹虫前，不可妄动。还有，你那叶平安，别再瞎搅和。是。你呀，还得再磨磨。
哟，海公啊，郭四卿。哎呀，海公啊，不知是什么要案，劳海公亲临。郭公知道我这个人啊，好管闲事。何况这件事啊，和我当年的好友有关。若不是这位女子找上我，我是真没有想到，这当年的旧案竟藏着这么多惊人的秘密。哪桩旧案？此乃诉状，民女告10多年前，通泉县尉度量伙同师爷郑元降马齐君山，掳掠民女，并将罪证栽赃于监察御史于前，前后涉人命130余条，酿成莫大冤案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可知诬告有何下场？民女就是御史案的亲历者，是那些不幸女子中的一个。我若有半句虚言，项上人头，任你处置。起身回话吧。时隔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证明自己就是御史案的亲历者？郭四卿，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也拿不准，毕竟此事牵涉的官员众多。于是我详细询问了他的经历，他将此事的原委巨细无遗地道来，字字泣血，我这才信了几分。当然，此事由四卿主审，实情如何，还得由你来定夺。你说于乾当年是被度量陷害，可拿得出什么证据吗？度量早将所有证据销毁，他还当上了户部郎中，所以这些年民女一直未敢上告，直到如今度量已死，我这才敢站出来。我还找到了素有贤名的海公，若不是海公肯收留我，担忧为我沉冤昭雪，我今日也不能这么顺利地站在这里。去安都库，将御史案卷宗调来。是。且慢，四卿有所不知，御史案后有个自称罹难者亲属的人找我，说是想要看一看卷宗，我就调阅给他看。可是天意弄人，那个人打翻了烛台，引燃了客房，整个卷宗都给烧毁了。那如此说来，便是没有证物。没有证据，哪怕你说的再真切，也不能仅凭你一人定案。还有一人能证明御史案是冤案，他也是亲历者。谁？掌心使叶平安。我怎么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呢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君想案后，你不知道该不该救叶平安时，你就是这副鬼样子。以那时不同，如今我已经站在一块四方的石台上，风虽大，却站得很稳。我若是现在去帮他，那便是拿我身后的一切来做赌注。和上次一样，就让他做决定吧。有字的一面就是帮，无字就是不帮。